屠戮整个中原的不灭狂魔，如今却被封印在展览馆供人瞻仰。然而今天却发生了意外，沉睡了3000年的狂魔竟从封印中苏醒，可醒来后的世界却让他感到极其陌生，因为这里可是距离地球50万光年的外星文明。原来在3000年前，年衰岁暮的血魔教教主为了达成不灭神魄，竟展开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实验，而他则成为了实验下第一个幸存者。药师第一时间将他带到教主面前邀功，教主，我终于成功了。这家伙和其他人不同，就算不给他一滴水一粒粮也能活很久。然而教主却对此十分不满，我忍了10几年，你们竟只是做出了一个丑陋的狗。药师急忙求饶，请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完成不灭神魄。话音刚落，他的双手就开始不听使唤地打开了药剂，随着药剂全部喝进嘴里，下一秒他竟变成了一个丑头怪脸的怪人。此时大限将至的教主苦苦哀求，难道你忘了我们一起征战的岁月了吗？本座知道你还在我的体内，所以快点赐我不灭神魄吧。原来自古以来人间就流传着一个传说，领悟了万物真理的一位强者魂魄，会找到心中充满怨念的灵魂，带领他走上顶峰来实现自己的大业。虽然人们都以为这是个荒唐的谣言，但教主却深有体会，自己从一名无名小卒到一教之主，并立足于江湖之巅，就是受到了强者魂魄的附身。然而眼下回应他的却是一阵讥讽，没想到你到最后还这么蠢，不灭神魄早就完成了。听罢他顿时明白了什么，可正当他准备抵抗时，却为时已晚。在男孩击杀掉教主后，他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你恨这个世界吗？你恨那些毁掉你的人吗？我可以帮你解决掉所有憎恨的人，但是以后你要跟我一起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强者，并把他们的力量变成我们的。你愿意随我一起站在武林之巅吗？自此以后，他便踏上了与整个中原为敌的道路，并获得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称号——不灭魔。但好景不长，最终在中原仅剩的5大高手联合围剿下，他被封印成了一个人像。就这样，在经历了3000年后，他终于从封印中苏醒。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他早已身处在了距离地球50万光年的 GSP 行星，这里汇聚着来自全宇宙各个星球的生物，而走在大街上的2名人类却显得尤为谨慎，只因人类在这里被视为最低等种族。没一会，2人终于顺利抵达了 GSP 淘汰赛场。这里每100年都会举办一次宇宙格斗锦标赛，届时宇宙中所有文明都将参与其中。而今天正是第1天比赛日，获胜的文明代表不仅可以提高自己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还能获得参透世间的真理，并将自己的文明从疾病、饥荒、战争等所有负面事物中彻底解脱。全宇宙来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GSP 格斗淘汰赛。这次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文明排名972位来自伊弗利特城的代表阿格尼和文明排名9639位皮格罗城的代表帕伦。谁能成为预选赛第6组的胜利者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随着比赛开始，阿格尼周身散发的热浪就瞬间席卷了全场，而观众席上的助威声则呈现了一边倒的局势。显然在众人眼中，阿格尼会毫无意外地赢下这场比赛。同样，阿格尼也没辜负大家的期待，一上来就释放了可以融化一切的火焰吐息，下一秒整个赛场上就布满了熊熊火焰。见此一幕，2名地球人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看来1级文明想要战胜3级文明简直痴心妄想。如果我们人类面对到这种怪物该怎么打呀？原来他们作为地球宣传组工作人员，到此的目的就是找出其他生物文明的弱点，以此帮助地球文明代表提升胜算。这时马克突然开口，还要继续找弱点吗？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丽娜并没矢口否认，可令她感到不爽的是，这个赛场里3级文明以上的外星人根本没有一个在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她本以为这是场能改变命运的比赛，大家应该会跟平时不一样，结果到头来他们根本没有将我们这种1级文明放在眼里。可即便如此，观众席上还是有一个小孩努力着为帕伦加油。见状，马克也为他感到遗憾，你们的文明运气太差了，对手可是3级文明中的佼佼者。这时不远处又传来了一阵大喊，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个只会闪躲的废物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小孩当即出言反驳，不了解帕伦就不要胡说八道。可回应他的却是一道讥讽，低等种族的小屁孩都像你一样没有礼貌吗？小孩毫无畏惧地表示，你不也一样是个小屁孩吗？眼看形势不妙，马克急忙提议，丽娜组长，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留在这说不定会殃及池鱼。说话间，只见那人突然丢掉手中的饮料，下一秒竟变成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原来他是精灵文明排名1300位的工程师，而像他这样恐怖的大家伙，在他们星球上只算得上是普通人。但就算是他这种普通人，也能在10招内把帕伦打成肉酱。可身旁的丽娜却看不下去了，这么厉害就在小孩面前耀武扬威吗？就你这样还算得上是普通人？别说笑了，你明明看起来就是个废物啊！闻此，大个子顿时青筋暴露，低等文明的家伙们是集体犯病了吗？干嘛都来惹我生气？说着就目露凶光地朝他们逼近。可就在他举起沙包大的拳头准备攻击时，一个无人机突然飞来将他制止。见此，大个子既不甘又惊恐，该死的，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过来了？原来这是赛场内的安保无人机，是用来维护赛场秩序的机器。每个赛场上都分布着上万台，一旦发现违反规则或者暴动的场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射杀引发事端的人。这时无人机询问，这位精灵人对你们造成伤害了吗？丽娜邪魅一笑，辣到我眼睛了算不算？他只不过是想向我们这些1级文明的人炫耀那身疙瘩肉，不如你也给无人机秀一个呗。纵然大个子被气得咬牙切齿，但由于无人机的存在，他还是克制了下来。可就在无意间看到地球人的身份信息后，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紧接着就恢复矮人状态，在留下一句走着瞧后就离开了赛场。此时观众席上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向帕伦袭来，一直躲着不出来还算是一个文明的代表吗？然而丽娜却早有预料，1级和3级文明的差距太大了，地球人真的有办法战胜那种怪物吗？可一想到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同胞，她当即又振作了起来。
起来，不能再这么消极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就在这时，解说人员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只见赛场内帕伦穿过火海飞到了阿格尼上空，随着他一刀落下，巨大的骨裂声直接响彻了赛场。见此一幕，丽娜满脸震惊，但同时也让她看到了希望。就在这时，马克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说是展品出了问题，需要立马过去查看。可就在去展览馆的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却出现在了他们身后。趁他们不注意时，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袭了过来。等丽娜再次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和马克竟被两个大个子拖进了展览馆。在看清行凶之人的样貌后，丽娜当即怒斥：“你个小兔崽子，就因为我刚才说了你几句就这样吗？但你怎么不长脑子？这里是 GSP 行星警卫队，马上就会来的。”然而大个子的同伙对此却毫不在意。低等文明的家伙口气还挺狂妄，这颗星球上的大部分安保设备都是我们星球的技术，而这栋建筑的安保设备我早就搞定了。大个子随之开口：“银河联盟也真是今非昔比，居然连这种废物都会接纳。”丽娜大声怒喝：“什么接纳？你以为我们想加入这种破联盟吗？你们不仅擅自闯入我们星球，还给普通百姓降下了传染病，甚至还逼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直到现在还有数亿地球人正在饱受折磨。但是这个该死的联盟说什么文明之间互帮互助，结果连一次支援都没有。”两人听罢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低等种族还真是有趣，居然这么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文明水平不行，还妄想着支援。你以为联盟是慈善机构吗？没想到现在居然还有因为传染病而挣扎的原始文明，那种东西不是只有在这种展览馆里才会出现的吗？可当他们走进存放着古迹的展示后，一道声音突然传到了他们耳里。我还在想是哪个门派在管理我呢，原来是少林派啊，不错，也算是有点名气的门派。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少林寺的装修风格变得也太夸张了吧。然而这两个大个子却根本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可语言相通的丽娜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她用地球语言急忙大喊：“快去叫警卫队，就说这些家伙想违反联盟规定。”虽然不灭魔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女生是自己的同类。想罢他便直接挥起拳头朝着两名大个子轰了上去。待烟雾散去，两名大个子当场失去了生命特征。见此一幕，丽娜整个人都傻了。这时不灭魔再次开口：“小姑娘别愣着了，想必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吧？我现在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你可千万不要想着逃跑哦，否则我会杀了你的。”他本是一场泯灭人性实验下的受害者，却因此受到了不灭神魄的青睐，不仅拥有了一副不死不灭的身体，还获得了可以掠夺他人力量的能力。为了站在众生之巅，至此他便踏上了与整个武林为敌的道路，甚至还获得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不死狂魔。但好景不长，在中原仅剩的5大高手联合下，最终他被封印成了一个人像。历经3000年之久，他终于从封印中苏醒，可醒来后的世界却让他感到极其陌生。不仅看到了奇形怪状的生物，嘴里还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因为这里可是距离地球50万光年的 GSP 行星。可那些大个子却并没将他放在眼里。就在他轻松解决了前来挑事的大个子后，他便将能听懂自己语言的人类留了下来。告诉我这里是哪？可从女人口中得知是展览馆大楼后，他顿时蒙圈。不是少林寺吗？可这光头也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确实和少林寺的不太一样，室内的装修也有些奇怪。这对于那些光头来说，感觉也太花里胡哨了。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丽娜并没第一时间回应，虽然她很害怕，但这个男人展现的恐怖实力则令她更加好奇。于是她壮起胆子，开始对不灭魔的身体打量了起来。使用的语言、外形明明是地球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置。那么刚才的爆炸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没了耐心的不灭魔抓住他的头发质问：“你这疯子在乱摸什么呢？”丽娜一把拨开他的手，反问：“你到底是谁？”这让不灭魔有些诧异，居然还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可就在他准备报上自己的名号时，大个子的同伙竟突然袭来。然而面对着比自己脑袋还要大的拳头，不灭魔竟反手一拳将其化解，紧接着又趁机衔接上了一记龙爪手。随着一阵白烟冒起，下一秒大个子就直接被轰飞了出去。见此一幕，丽娜整个人都傻了。他真的是地球人吗？这时不灭魔再次询问：“这样还看不出来我是谁吗？”丽娜第一时间表达了歉意，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星球度过，所以对于地球上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拥有着这般恐怖力量的家伙居然没有一丁点名气。听着丽娜口中闻所未闻的词汇，不灭魔一头雾水。就在这时，马克鼻青脸肿地找了过来，看着破烂不堪的现场以及眼前的陌生男人，他很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从丽娜口中得知这都是男人的杰作后，马克当即对他出手相救，表达了感谢。但如果你不表明身份，我们也很难对你产生信任。不灭魔捋了捋挡住脸的头发：“我就是令中原武林都闻风丧胆的不灭狂魔马震岳大人。”听罢两人直接傻眼，什么呀？这小学生都不看的设定和名字，族长这家伙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然而丽娜心中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管怎样，这家伙实力非凡，说不定。话没说完，地面突然发生了一阵震颤，原来是刚才被打倒的大个子又缓了过来。该死的，都怪这脖子上的抑制器，要是没有这个，自己早就将那些家伙打成肉酱了。见状，马克急忙提议大家赶紧逃跑，可丽娜却发出了一阵挑衅：“马震岳大人，你觉得自己能打赢他吗？那家伙刚才可是连一半实力都没使出来哦。”闻此，马震岳当即
起来了兴趣。这么说那家伙很强了？说着就一脸兴奋地朝大个子走去，这让马克很是不解。族长，你这是干什么？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家伙发飙后是什么样吧？然而丽娜却依然不为所动，而她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人的实力，说不准这还是地球文明翻身的大好机会。可马克却认为他这是疯了，说罢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此时丽娜也不能确定这样做是否正确，但一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她还是决定赌上性命印证一次自己的想法。毕竟自己曾亲眼见证过那人的恐怖力量，面对着那种非比寻常的怪物，将其彻底压制的力量。此时大个子在看到马振月逼近后瞬间暴怒，更是不计后果地捏碎了脖子上的抑制器。不知死活的一级文明，今天我就要你们全都死在这里！在抑制器彻底解除的那刻，周遭瞬间电闪雷鸣，火光四起。现在就让你们感受下文明之间真正的差距吧！抬手间，无数金属碎石便携带着雷电之势朝马振月砸去。然而马振月非但没死，还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这东西简直太让人垂涎了。说罢，他就直接将所有金属碎石轰散。大光头，你这力量我要了！见此一幕，大个子满脸震惊，竟然毫发无伤地突破了我的磁力。难道这家伙比摘下抑制器的我还要强吗？不，这根本不可能！想罢就开始朝着马振月的方位疯狂锤去。可马振月却瞅准时机骑到了他的头上，这对于自诩是高等级文明的大个子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他先是将马振月赶走，紧接着双拳就开始汇聚起了黄色雷电。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马振月的双手周围也开始汇聚了黄色雷电，甚至身体之上也显现了黄色条纹。该死的低等种族，竟然能模仿我们文明的宇宙之力！原来这东西叫宇宙之力啊，很好，我非常喜欢。作为回礼，这次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说罢，他就以雷电之速轰了上去，下一秒更是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这不是模仿，是我掠夺来的。而一旁目睹全程的丽娜整个人都傻了，竟然打败了使用宇宙之力的3级文明。此时马振月看着手中的雷电仍意犹未尽，这真是神奇的武功啊，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于是他急忙来到丽娜跟前，并要求她带自己去那些光头所在的地方。然而丽娜却比他还要兴奋。果不其然，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吧？偷渡到这个星球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强大。既然如此，我还知道很多比那家伙更厉害的家伙，所以马振月大人，请你成为 GSP 格斗竞技赛的地球代表吧。曾经屠戮整个武林的不死狂魔，如今竟被人轰成2半。然而他非但没死，还扬言要让其尝尝同样的滋味。原来男人曾是一场泯灭人性实验下的受害者，结果却因祸得福，获得了不灭神魄的青睐。至此，他不仅拥有了不死不灭的身体，还获得了掠夺他人力量的能力。而在此前，就在马振月以牙还牙解决掉大个子的同伙后，他便将自己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丽娜，这让丽娜顿时陷入沉思。武林封印，简直是小说一样的设定。这么说来，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宇宙通用语言，也是因为吸收了那个精灵人的力量吗？可这样的能力自己却从未听过。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己看到的一切就解释不通了。那么人类又是怎样失去这些能力的呢？是像失落的科技那样吗？就在这时，马振月突然悠哉悠哉地向门外走去。丽娜见状急忙阻止，你现在是要一个人去哪？马振月想了想，我好像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能找到强者。丽娜再次喝止，我说了会带你去寻找他们，还请你不要乱走，这里可不是你熟悉的世界。然而马振月却对此充耳不闻。可当他走出大门后，整个人都傻了，这都是些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紧跟而来的丽娜拍了拍他的肩膀，欢迎来到26世纪，现在是地球历2600年的宇宙开拓时代。顾名思义，就是指超越地球，开始与宇宙中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时代。与此同时，马克再次回到了展览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满脸震惊。虽然不敢相信，但从情况上来看，应该是那个疯子干的吧。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情况怎么完全不一样了？不是说一个精灵人暴走导致同族陷入危机了吗？问话者正是 GSP 行星审判官维图斯。看现场的话，好像是有其他第三方势力介入。3级文明精灵人被干掉的话，难道是有同等级或更高级的战斗文明介入？这让刚才还后悔将他们带来的马克松了口气。还好，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人能想到是地球人干的，这样就有时间联系族长统一口供了。可维图斯却从他的神色中察觉到了什么。地球人，你瞒不了我的，想必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吧？马克慌忙解释，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审判官大人，我只是在担心我的同胞们是否平安无事。怎么可能平安无事？看现场就知道凶手一定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不过还请你放心， GSP 行星最优秀的搜查官们正在重建现场，所以应该很快就能知道是谁干的了。说话间，房顶开始松动，下一秒一块巨大的石块就朝马克砸来。千钧一发之际，维图斯手中瞬间发出一道光波将其化解。地球人别太伤心，你同胞们的仇就由正义的审判官维图斯来报。看着审判官恐怖的实力，马克一脸绝望。星球搜查官能够重建现场的情况，也就是说这里的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丽娜族长也一定脱不了干系。与此同时，为了不引人注目，丽娜帮马振月挑选了一件合适的衣服。这时丽娜突然询问，如果给这些家伙和地球文明水平排个名次，你觉得地球人能排第几？马振月表示，我连这些家伙有多少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回答？丽娜直接道出答案，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文明总数超过2万个，
个，而我们地球人则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宇宙中的文明一共分为5个等级，从而用来区分各个文明的上下级关系。就像我说的，地球人是其中最低的一级文明，当然也是所有一级文明里垫底的存在。马振岳对此嗤之以鼻，居然还有人把这种没用的数字当回事，有这些时间还不如用来提升实力。这时丽娜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马振岳大人，我再次向你提出正式邀请，你最想要的就是和强大的家伙交手吧。这个星球每100年都会举行一次名为 GSP 锦标赛的格斗赛事，这个比赛里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强者参加，如果你代表地球文明参赛，就可以和这些强者交手。听到这，马振岳一把拨开他的手，你是想让我替你们去战斗对吧？你以为我是谁，竟敢这么直白的利用我？跟我聊了几句就以为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废物了吗？丽娜当即表达了歉意，如果让你误会的话，那我不提邀请了。我请求你为地球而战，如果你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我们人类就能晋升到下一级文明。马振岳也听懂了他的意思，但让他不理解的是，那种虚名有什么重要的？难道就因为等级提升了一点，就能改变你们那垃圾一样的本质吗？丽娜当即反驳了他的想法，因为文明的等级是将宇宙能量数值化后进行分类的，在这个宇宙中，所有超越常识的力量都只有在能够驾驭这种文明等级的时候才会觉醒，而想要觉醒这种力量，就只能参加比赛提升文明等级。但我们自己去比赛的话，根本毫无胜算，所以我才想请你帮我们打败那些怪物，从而进阶到下一个文明等级。等级提升后，最重要的也不完全是力量的提升，而是知识，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的知识。至今为止，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我一直以为是先辈们花费几个世纪换来的努力成果，但进入宇宙开拓时代后，我才发现，我们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来自于宇宙尽头的那个巨脑。而控制巨脑知识的那些家伙，他们自诩为终极智人，也是目前宇宙中唯一的5级文明，同时也是制定宇宙规则和举办格斗大赛的主办方。由于他们施加的限制，每个文明获得的知识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话没说完，马振岳直接打断，真是无聊，到头来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们只是想让我替你们去战斗，好让你们获得想要的东西，这让丽娜也无法否认。但还请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要做的可是关乎全人类的大事。然而马振岳却早就不耐烦了，与其浪费时间跟我解释，倒不如去找个和你志同道合的人。说话间，一只大手突然出现在他头顶，随着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下一秒他竟落了个尸首分离的下场。正义执行完毕，真没想到竟然是你们这些下等文明的家伙干的。说着，维图斯又来到了丽娜跟前，我要以参与杀害精灵族的罪名审判你。千钧一发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该死的混蛋，你把我搞成这副鬼样子就想离开吗？现在我就要你也尝尝同样的滋味。男人第一次穿衣服上街，就被主持正义的审判官轰成了2半，只因他身上背负着2条人命。然而男人非但没死，竟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该死的混蛋，你把我搞成这副鬼样子就想离开吗？现在我就要你也尝尝同样的滋味。与此同时，之前出现在格斗赛场的小孩马拉正在对身旁的哥哥姐姐讲述着自己被帮助的经过，这让2人颇为意外。对付精灵族人，没想到地球人跟传闻不一样，还挺勇猛的。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前方，你们几个背着我居然聊得这么开心。库拉克当即调侃，也不知道我们家小妹给谁加油去了，还差点摊上了大事。而在认清来人后，马拉更是开心地朝他跑去。大哥，你身体没事吧？帕伦则示意他不必担心，就算现在马上打一架也没问题。就在这时，不远处的火光突然引起了众人注意，只听人群中有人议论 ：F 街出现审判官维图斯了，说是正在追杀杀死精灵人后逃走的地球人。听闻此话，几人总感觉这设定似曾相似，可怎么想却也想不起来。这时马拉拽了拽帕伦的手，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模样，帕伦当即询问是出什么事了吗？与此同时，丽娜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没想到那家伙与维图斯对战都没落下风。可就在马振岳认为已经结束时，脚下瞬间射出了几道光波，见状他急忙拉开距离，下一秒维图斯便从废墟中走了出来。起初我还有些不信，没想到你竟真的吸收了精灵人的宇宙之力，你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啊！马振岳戏谑一笑，怎么现在是开始后悔动我了吗？说着他右脚猛然一踏，就又冲了上去。现在后悔晚了。眼看大战一触即发，众人害怕受到波及，纷纷选择逃离，而丽娜却还愣在原地，不知想着什么。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捂住了他嘴，冷静点，我是来救你的。来人正是帕伦。见此，丽娜好像想到了什么，难道这家伙是那个小鬼所在的菲格洛星文明代表？可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帕伦又告诉他自己是来报恩的，我们菲格洛星人受人恩惠必定报答，不过还请你理解，我们无法救你的同族，毕竟审判官们都是 GSP 格斗赛杀进决赛的怪物。说完就不顾他的意愿逃离了战场。而另一边，2人的战斗早已进入了白热化，面对着马振岳不知第几次的攻击，维图斯依旧镇定自若。看来精灵人的力量并非你的全部啊！说着，只见他右手轻轻一抬，下一秒一个巨大的光波就将其轻松化解，恐怖的威力更是令方圆几里都受到了波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我面前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可这时马振岳却闪身来到了他的身后，就在他以为得逞之际，一根手指突然出现在他眼前，还没等他反应，下一秒一个巨大的光波就将他吞噬。而另一边，丽娜还在拼命挣扎，快放开我，我要去救那家伙。就在这时，一个满是火焰的东西突然从天而降，待帕伦仔细看去，竟发现是那个没能救下的地球人。震惊之余，周围开始洒下了一片金光。帕伦当即意识到维图斯马上就要来了，于是他当即示意大家快跑。可这时火焰中的残骸竟发出了阵阵异响。库拉克闻此满脸
震惊，那家伙该不会还活着吧？帕伦对此也倍感诧异，这怎么可能？他竟然能顶着维图斯的火焰不断恢复？难道这地球人的宇宙之力是？话没说完，一道声音突然将其打断：超速再生，这种力量让这种蝼蚁拥有真是太可惜了。在看到维图斯后，帕伦急忙向丽娜询问：你觉得这个地球人还能活下来吗？丽娜很是坚定地给予肯定，毕竟自己见过他恢复更重的伤。闻此，帕伦当即提议赶紧带他去 GSP 选手登记处，只要成为 GSP 选手，维图斯就不敢轻易动他了。在交代完一切后，他便义无反顾地朝着维图斯走去。即便库拉克对帕伦的做法有100个不愿意，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听从吩咐，带着两人离开这里。愚蠢的家伙们，以为这样就能从我维图斯手里逃走吗？可就在他发射之际，一股黑暗之力突然将其泯灭。我听说维图斯在成为审判官前是赫里西翁星人，使用光之力的赫里西翁星人最怕的就是黑暗。而今天在赢下格斗赛后，我觉醒了我们文明的宇宙之力，正好是能够操控黑暗的黑暗之力。我想这一定是祖先在指引我们帮助马拉的恩人吧。而另一边，到达登记处的两人却遭到了登记负责人的拒绝。丽娜急忙掏出证件自证：我是地球人代表，还请你通融一下。负责人一脸为难地看向一边，就算这样，你带来的这个选手这副样子。丽娜急忙打断：他没事的，只要你审批下来，我保证他一定能按时参赛。很快，登记处的争吵就引起了其他文明生物的注意。可当得知是地球人报名参赛被拒绝后，众人纷纷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意。那个最弱的文明也要参赛，碰上他们那还不是分分钟拿下？于是顷刻间，大厅内便响起了要求登记的呼喊。就这样，在登记顺利完成后，丽娜终于松了口气。可当她再扭头看去，却发现马震岳不知何时竟消失了。与此同时 ，F 街区的战斗也来到了尾声。低等种族的想法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你豁出性命去救他们，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样真的值得吗？现在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将其制止：那个只会挠痒痒的家伙，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女人只是写下了几行文字，就让负责登记的人员震惊不已。只因这些专属于高等文明的语言，竟被一名1级文明的地球人读写了出来。就在马震岳身体愈合后，他便第一时间返回了战场。那个只会挠痒痒的家伙，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见状，维图斯抬手就要发动光波，可下一秒，一股黑暗之力就朝他手掌席卷而来。只听帕伦大喊：我暂时封印了他的能力，地球人快给他点颜色看看！在两人精妙绝伦的配合下，马震岳直接一拳轰在维图斯脸上，强悍的力道更是将他的神刺圣面击碎。与此同时，马克正坐在展览馆门口自责：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劝住组长，如果我没带审判官过来，也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就在这时，一阵巨响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让他很是好奇，那边发生什么事了？这爆炸该不会……想到这，他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而另一边，看着维图斯狼狈的模样，马震岳当即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居然能挡住本大爷饱含真心的全力一击。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力量马上就会被我夺走。这让本就觉得丢脸的维图斯瞬间暴怒：不可饶恕！竟然在我的神刺圣面上留下划痕，我现在就要把你这个低等的臭虫撕碎！说话间，一只大手携带着威能突然降临在马震岳头顶。面对着相同的招式，马震岳显然早有准备。可下一秒，维图斯又闪身来到他的跟前，即便避无可避，马震岳依旧不忘调侃：这闪闪发光的技能和移动技巧确实让人垂涎啊！话音刚落，维图斯直接一拳将他轰飞。不等马震岳喘息，一道巨大的光波又倾泻而来，顷刻间震耳的爆炸声就响彻天际。此时马克也按照丽娜的吩咐赶了过来。可就在他将马震岳在这里的消息说出后，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一阵欢呼。然而马克却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组长，您好像高兴得太早了，他人在这确实没错，但看起来却不太好。而此时看着地上的残骸，维图斯不免有些惊讶：这种程度的伤害也能恢复吗？真不知道这种低等种族是怎么获得如此强大力量的。说着，他的左手就再次汇聚起一道光波。可就在他准备结束这一切时，一道声音突然将他喝止：维图斯大人，还请您停手。那个地球人以地球代表的身份参加 GSP 锦标赛了，这让维图斯一脸纳闷：你在胡说什么？这家伙一直在这样。原来就在半小时前，登记大厅内突然引发了一阵骚乱，他们全都对负责人不给地球代表办理登记表达着不满，甚至还有人给他扣上了种族歧视的帽子，这让负责人很是生气：你们这些家伙快适可而止吧！参赛人员都不在现场就给予办理，这显然不合规定。这时一人突然举手示意：我知道选手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到达现场的话，可以进行临时登记。闻此，众人纷纷议论，居然还有这种规定，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毕竟这也不是为那些低等种族设立的政策。想到这，他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紧接着便将登记表拍到了桌上：只要您填写完这些文件再交给我就可以登记了，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就直接放弃吧。可当看到登记表上的文字后，库拉克顿时一惊，只因表格上显示的并不是通用文字，而是专属于高等文明的语言。于是他当即提出质疑：这种鬼画符一样的文字谁能看懂啊？负责人则露出了一抹得逞的微笑：那就没办法了，临时登记系统本来就是为了方便高等文明而设立的，所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书写也是理所当然。而一旁的丽娜却在自顾自地填写着信息。见此一幕，负责人满脸震惊：不可能，他一定是在装腔作势。可等拿起填好的表格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低等文明怎么可能会读写这种文字？地球人的脑子本该对这些符号难以区分才对。虽然不能排
排除有高人偷偷指点，但如果这个地球人真是靠自己的力量读写出这种文字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在玩找不同的游戏一样，发现了这些文字符号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还把数百万个单词和词汇都背下来了。可就算背下来，组成句子之后又会变得难以区分，也就是说，他不仅背下了单词，还背下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句子。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就算是自己这种语言特化文明的个体都做不到这点，那就说明他的身上不是藏着秘密，就是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而且提供帮助本身并不违反规定，所以参赛登记他也就只能同意了。维图斯大人，眼下还是先停止执行比较好。思虑再三，维图斯最终决定收手。为了恩人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家伙，现在居然又出现了一个。虽然这次你逃过了审判，不过你这小聪明看来需要好好压制一下呀。说罢便带着马振月和帕伦消失在了原地。等马克将这则消息传达到电话那头后，丽娜两人满脸震惊，负责人则示意他们不必担心，他们只是被转移到选手专用的恢复室了。1周后，看着还没完全恢复的马振月，马克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这么长时间都没愈合，你还觉得这家伙能参加比赛吗？不等丽娜回应，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我看他好像就剩一口气吊着了。说话者正是地球 GSP 战队总司令克莱，看来是我太信任你了，丽娜组长。既然如此，2天后的比赛就让原定的选手上场吧。话音刚落，一道人影就从身后直奔而来。丽娜组长，别再被那个自称狂魔的骗子忽悠了，还有你要相信。说话间，他便纵身一跃来到了丽娜跟前，相信这个地球上最强的男人马塞尔·布莱德。然而丽娜却并没理会，而是反复敲打着恢复舱，希望马振月赶紧醒来。这时克莱突然将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别太担心，马塞尔是现今地球上最强的战士，而且他身上穿的这套战服可是汇集了地球人迄今为止所有科技的结晶。我相信这场比赛过后，任何文明都不敢再小瞧我们地球人了。对决了！地球文明终于迎来了 GSP 格斗赛第一场对决。然而，本该同为1级文明的对手，结果竟变成了实力强大的3级精灵文明代表。就在战队总司令克莱决定派地表最强战士马塞尔参赛后，丽娜便在备战间和众人做起了赛前分析。此次对手是文明排名10320位的败折星人，他们的母星是由高强度岩石构成，四处喷涌着熔岩和毒气，被称为地狱行星，所以他们拥有着极致的肉体强度。而我们这次的对手布里克，更是其中以超凡体能著称的佼佼者。因此，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话没说完，一道声音突然将他打断，就说到这里吧。对手跟我们一样都是1级文明，那么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所以宣传组小姐您请回吧。说话者正是地球文明格斗队教练斯蒂尔。不对，听说外星人发生冲突，展览馆都被砸烂了，那岂不是没地方去了？就在这时，发令协调机前来通知，有请下一场出战的选手前往后站区。见状，丽娜急忙上前开口，我准备的战略是……斯蒂尔再次出手打断，那种东西我们不需要，你就安心观赛吧。丽娜忍不住破口大骂，该死的，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我看你就是在地球待久了，什么都不懂。那些外星人可不会按地球人的常识出牌，根据战略和分析才有机会战胜高等文明，也就是说，胜负取决于战略，更何况是在宇宙中排名垫底的地球人呢？说到这，突然一声枪响从他身后传来，丽娜组长，在比赛前对队员说这种话不太合适吧？我看你才是在宇宙中待太久了。此时斯蒂尔镇定自若地看着马塞尔接过的子弹，你也太小看地球人了，我们地球人为了这次大赛100年来投入了大量的预算、时间、人力，马塞尔也示意他不必担心。说话间就向他展示了战甲的完全形态，所以还请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地球人失望的。与此同时，马克正坐在观众席上等待着比赛开始，可就在他疑惑组长怎么还没来时，一只手突然抢走了他手中的食物。这是什么？能吃吗？马克慌忙解释，刚才碰巧遇到了说是组长熟人的人。疑惑之际，一道声音突然传来，丽娜小姐，好久不见啊，你们的运气真不错。说话者正是库拉克，然而丽娜却一脸惆怅，对那家伙来说，我们的地球代表简直就是白送，不是吗？就在这时，赛场内突然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各位观众久等了，接下来预选赛第8组的比赛马上开始，现在有请选手入场，他们分别是排名垫底无路可退的地球代表，排名12700位的马塞尔。闻此，库拉克很是疑惑，这家伙是谁？之前那小子不是你们星球的代表吗？不等丽娜回应，帕伦抢先开口，看来是还没从恢复舱出来。说着，他就抬起右手询问，你认得出这是什么吗？丽娜猜测这不会是力量抑制器吧？帕伦给予肯定，我从恢复舱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戴在我手上，虽然佩戴的位置和形状因人而异，但那家伙身上肯定也有。这让丽娜瞬间陷入沉思。这么说来，马振月脖子上好像确实戴着个什么东西。这时马克突然询问，力量抑制器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抑制宇宙力量的装置。因为有些文明的宇宙之力即使短暂使用，也能轻易夺人性命，所以拥有这些力量的文明，在其他星球上就必须强制佩戴。听到这，马克突然想到了什么。这么说，那家伙使用的武功不是普通的格斗技，而是……丽娜当即肯定了他的推测，应该是宇宙之力。虽然超速再生是种稀有能力，但也已经广为人知。可让他想不通的是，马振月所说的古代地球人的各种能力和宇宙之力相比，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那么马振月被封印的这段时间里，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此时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现在有请下一位
一位选手入场，他们是在广袤宇宙中最恶劣的星球上生存下来的种族，文明排名10320位的拜哲星代表布里克。伴着拜哲星人的不断欢呼，一道血迹斑斑的身影也从通道内缓缓走出。可当看清来人样貌后，拜哲星人顿时鸦雀无声。这男人是谁？原来就在布里克准备入场时，却惨遭了男人毒手。旋即他便将目光转移到了赛场中央，过来去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地球人。下一秒，那个被马振月痛扁的精灵人就跑了上来。可看着戴着面具的马塞尔，他也一时分辨不出长相，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那人是地球代表，所以应该就是这个家伙了。眼下主持人也发出了质问：你是什么人？凭什么乱入别人的比赛？男人当即做起自我介绍：我是排名1300位，来自精灵文明的代表托温斯基，这次来是替布里克参赛的。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拜哲星人的不满，在神圣的赛场上胡说八道什么？快把布里克大人给我们带过来！就连主持人也对他发出了最终警告：小子，你最好想清楚再说下一句。托温斯基当即道出缘由，虽然因为是 GSP 锦标赛选手没受到任何惩罚，但那个地球人可是杀害我无辜同胞的凶手，这让众人纷纷提出质疑。1级文明地球人杀了3级精灵人，这可能吗？托温斯基继续解释：我知道大家都很难相信，可众所周知，我的同胞们都佩戴着意志器，而这个穷凶极恶的地球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杀害了我无辜的同胞，所以还请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亲自为含冤而死的同胞复仇的机会。听到这，赛场内顿时流言四起 ，C 阶的展览馆确实发生了战斗，就连主持人也开始思考了起来。然而丽娜却对此不屑一顾，并示意马克不必担心，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按常理来说这种提议也不可能被通过。可下一秒，主持人就接受了托温斯基的请求，为了给同胞复仇，不惜赌上性命也要参加比赛的战士，这可比转播那些废物的比赛有意思多了。见状，丽娜刚想抗议，一名拜哲星人就抢先表达了不满：我不同意，这样对我们种族来说很不公平。话音刚落，他的脑袋就被一道声波炸成稀碎。见此一幕，丽娜整个人都傻了。这时主持人再次开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我将介绍这位由我个人决定代替拜哲星人出赛的选手，他便是文明排名1300位、宇宙第一的机械工程师精灵文明代表托温斯基。他赌上性命也要参加这场比赛，究竟能否成功为同胞复仇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一场文明与文明的对决，却是改变命运与复仇雪耻的较量。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托温斯基如愿顶替了拜哲星人的参赛资格。见此情景，丽娜第一时间找到了克莱。克莱大人，现在立刻去运营委员会抗议吧！比赛中途参赛选手换人，这明显违反了大赛规则。然而克莱却深表无奈：你没看到这场比赛是谁让继续进行的吗？全宇宙6神之一，3区比赛主持人中焉智者利维坦，试问谁又能阻止神的决定呢？闻此，丽娜也只能愤怒离开。该死的，这样做比赛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如此，那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奉陪。而赛场内，面对更换的对手，马塞尔并没在意，下一秒就主动挥起拳头展开了进攻。不管是谁，我要做的事情不会改变，就是为了人类消灭眼前的敌人。说话间，势大力沉的一拳就轰了下去，结果却被托温斯基一个侧身躲开。然而马塞尔刚一落地，就启动了机甲推进装置，转瞬间就又回到了托温斯基面前，紧接着便开始了疯狂进攻。见此一幕，马克满脸震惊，这家伙不愧是地表最强战士，就连库拉克对此也颇为意外。那个地球人表现的要比预想的好很多呀，竟然能将托温斯基打得束手无策。反观帕伦脸色却十分凝重，此时占尽优势的马塞尔又开启了超限状态，下一秒一记爆裂拳就狠狠地砸中了托温斯基，强悍的威力更是直接将地面震碎。目睹全程的克莱满脸不可思议，比赛就这么结束了吗？马塞尔好像摆出了胜利姿势，居然又一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想到这，他突然回忆起了第一次见到马塞尔的那天，当时剿灭犯罪集团任务失败，自己也身负重伤，面对着9死1生的局面，他当即下令自己去吸引罪犯的注意，并让马塞尔趁机逃出去，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总部，还有一定要消灭这个犯罪集团。然而他话音刚落，马塞尔就直接扣动了扳机，响亮的枪声也引起了罪犯的注意。他当即质问这是在干什么。马塞尔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将军的第2个任务，消灭这个犯罪集团，现在立刻执行。说罢就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此时赛场内，随着烟雾慢慢散去，托温斯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马塞尔眼前，这让他倍感意外。没想到这家伙还挺耐打的。说着左掌就开始汇聚起了威能，下一秒他整个左臂就被击飞了出去，速度之快甚至令他几秒后才感知到疼痛。就连克莱也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托温斯基抬着手指冷冷开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是和我的同胞打过了吗？这让马塞尔很是不解，你到底是什么意？话没说完，一股能量瞬发而至，马塞尔引以为傲的机甲顷刻破碎，同时他也被狠狠地击飞了出去。看着如此不堪一击的对手，托温斯基内心不禁产生质疑：他真是杀了自己同胞的那家伙吗？想罢，他直接吩咐弗洛克确认一下。可等他看清样貌后，却发现根本不是自己见到的那家伙。得知消息的托温斯基缓缓走到马塞尔身前：我就说嘛，你这个蠢货怎么可能打败我的同胞？告诉我，那个该死的家伙在哪？看着马塞尔痛苦的神情，克莱愤怒地紧了紧手掌，
了。该死的托温斯基竟然又扯断了马塞尔的腿，就连看台上的观众也觉得有些残忍。这已经不是比赛，而是地球人酷刑秀了。这时格斗队教练斯蒂尔急忙大喊：“外星人适可而止吧！马塞尔他已经输了。”然而马塞尔却并没打算放弃，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关系到数十亿人类性命的任务，我怎么可能放弃？说罢，他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进行了反击。结果托温斯基仅是手指向下一滑，他当即就重重地砸到了地上。看来地球人这次 GSP 锦标赛之旅到此为止了。可下一秒，一道声音突然响起：“谁允许你随便结束别人的旅程？地球人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说话间，一道人影就被他用力地扔到了赛场。马塞尔，你辛苦了，现在的任务就交给他吧。这时看清来人模样的弗洛克也开始大喊：“托温斯基大人就是他，他就是杀了我们同胞的家伙。”闻此，托温斯基好奇地将目光转移到马振岳身上：“你是说这个没了生命气息的垃圾吗？”可下一秒，马振岳就痛苦地爬了起来：“该死的家伙，下次再见面我一定要杀了你。不过话说回来，这又是哪里？”他是拯救地球的最后希望，结果却被对手拍成了肉酱。然而他非但没死，竟还从对手的嘴里爬了出来。就在地表最强战士马塞尔被轻松击倒后，库拉克无奈地摇了摇头。原本我还抱有一丝希望，看来实力的差距还是无法用科技弥补啊。而一旁的马克也拨通了丽娜的电话：“丽娜组长，你去哪了？看来我们 GSP 战队要被淘汰了。”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却让他倍感疑惑：怎么这么突然？为什么要去那里啊？很快马克就来到了丽娜所说的目的地。没等他多想，一道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待他循声看去，只见丽娜正被2名执法人员追赶。在看见马克的身影后，丽娜当即大喊：“还愣着干嘛？快帮我拦住他们！”然而马克却跑得比他还快。这种东西突然出现，让我怎么拦啊？还有你背着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丽娜则告诉他自己在运送地球人的希望，解释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只能先对不起你了。说罢就直接一拳将他打翻到了身后。就这样，丽娜最终有惊无险地将马振岳扔进了赛场。谁允许你随便结束别人的旅程？地球人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见此情景，主持人勃然大怒：“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个女人和场上的垃圾捡回去！”闻此，丽娜当即反驳：“那可不是垃圾，躺在那里的可是单枪匹马干掉精灵星人和3区审判官维图斯打成平手的地球代表不死狂魔马振岳。”此话一出，看台上顿时哗然一片。怎么可能和维图斯？这一定是骗人的吧？最近 F 街区不是发生过爆炸吗？这时丽娜继续开口：“如果同意换人的理由是为了给同胞复仇，那这次我可是带来了真正的复仇对象，所以这次的换人也必须通过。”见此情景，帕伦很是意外，区地球人竟敢当众对峙宇宙6神之一3区赛场的主持人利维坦，胆子确实够大呀。而主持人对此很是头疼：“你这地球人倒是有2下子，但不管怎样来的还是太晚了，已经结束的比赛是不能重来的。”闻此，马塞尔奋力起身大喝：“我马塞尔还没有输！”见状，丽娜顿时松了口气：“太好了，这样一来，地球的未来就有希望了。”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执法人员以扰乱秩序强行带走了。此时托温斯基疑惑地看向马振岳：“这家伙打倒2名精灵星人，他好像已经不是活着的生命体了吧？”可下一秒，马振岳就痛苦地爬了起来：“该死的家伙，下次再见面我一定要杀了你！不过话说回来，这又是哪里？”见此一幕，托温斯基满脸震惊，就连主持人也觉得难以置信：“那家伙的再生能力相当惊人吗？这场比赛或许比想象中的还要精彩。”眼下托温斯基缓缓向马振岳逼近：“该死的混蛋，我一直在找你，现在终于可以为死在你手里的族人复仇了。”然而马振岳却对此不屑一顾：“又是和白天那些家伙的气息一模一样，我可对你们这些弱者不感兴趣。”说着就头也不回地朝着场外走去。看来还是要找到那个女人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下一秒他就被托温斯基直接举了起来。见状，马振岳当即使出龙爪手：“我难得大发慈悲一次，竟然还有人主动送死！”说完就朝他脑袋挥了上去。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5根手指居然全都断了。难道是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思索之际，托温斯基早已怒发冲冠：“该死的地球人，杀害我的族人不够，居然还敢无视我们文明！”说罢，一个过肩摔就将马振岳重重地砸到地上。趁此契机，马振岳一个大跳拉开距离。那个家伙到底对我做了什么？现在除了不灭神功，其他的功夫完全使不出来了。疑惑之际，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已然来到跟前。然而马振岳非但没躲，反而还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既然如此，只能像以前那样痛快地打一场了。就这样被托温斯基轰成2截后，他当即利用上半身展开了反击。只见他先是伸出手指戳中了托温斯基眼睛，然后又趁他短暂失明之际，将拇指塞进他的嘴里，紧接着就一拳痛击了他的下巴，同时他的拇指也应声而断，最终被托温斯基咽了下去。而托温斯基也顺势将他拍成了肉酱。可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时，托温斯基的嘴里突然冒出了阵阵白烟，紧接着一双大手就掰开了他的嘴巴，伴着一声痛苦的哀嚎。下一秒，马振岳竟从托温斯基的嘴里爬了出来：“既然你非要送死，那我就如你所愿。”他是改变地球文明命运的唯一希望，结果却被对手拍成了肉酱。然而他非但没死，竟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这让在场的主持人不禁惊叹：马振岳选手利用再生时产生的能量使出了心气攻击，这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炸弹。但托温斯基反应也很及时，瞬间抽出下巴躲过了致命伤害。此时看台上的库拉克内心开始动摇，竟然能把再生能力转换成攻击，如果之后再承受几次说不定。一旁的帕伦同意了他的看法，这场比赛说不定地球人能轻松获胜。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将2人打断：格斗实力不错，看
看比赛的眼光却不行啊！很遗憾，对地球人来说，刚才的攻击是唯一能获胜的机会。托温斯基不会再露出那种破绽了。那种情况下，地球人获胜的概率为0，这让库拉克不免有些恼火。你是谁？干嘛要坐到我们旁边？来人当即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只是一名来自弗里亚星的宇宙记者阿克拉美，我对你这位打败阿格尼的大哥很感兴趣，而且他还挡下了审判官维图斯的攻击。闻此，帕伦立刻警觉起来，知道我参与那场战斗的人应该屈指可数。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你为什么说地球人获胜的概率为0？阿克拉美淡然回应：别忘了，我是一名记者。虽说维图斯的能量被限制在1/1000，但能从他手里活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这也只是因为他拥有再生能力。苟延残喘的野兽和高傲的战士终归是不同的，就算在维图斯手里活下来，也只是一个1级文明的水平罢了。你们只凭一次投机取巧的胜利，就太小看上级文明的代表了吧？那可是排名全宇宙1300位，拥有着数百年战斗经验的托温斯基。说话间，赛场内的战斗已然进入白热化。而在看到那巨大的金属物质后，库拉克大吃一惊，这么大的东西突然从哪冒出来的？可当听到阿克拉美说那东西一直在旁边后，他顿时想到了什么？难道是一开始的那个小珠子？阿克拉美给予肯定。虽然大多数宇宙人低估了此力，并将其视为只是控制金属的意念动力，但托温斯基却能将金属控制到分子层面，压缩成超高密度后随身携带。所以实际上，地球人相当于在和全宇宙最大的战舰战斗。听闻此言，库拉克顿时红温。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有那种能力，却藏着掖着，是在耍我们吗？阿克拉美却不以为然。这次 GSP 锦标赛可是全宇宙都在关注的比赛，也是改变文明命运和展示力量的超大型盛会。可是，在第一场比赛就对一个1级文明地球人使出绝招，即便赢了也是亏。况且托温斯基使用的金属对精灵星人来说，可是犹如心脏一般重要的物质，用在1级文明的人身上，他们都会觉得是耻辱吧？原来，身为宇宙钢铁工匠的精灵星人，从出生起体内就含有数百克的金属物质，等成长到6个月后，这些物质就会在体内聚集，通过名为吐铁的行为排出体外。这时吐出的物质就是魂钢，虽然是几乎没有实用性的金属，但所有精灵星人都将魂钢视为守护神一般的存在。可随着银河联盟的到来，这吐铁的意义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远离纷争的精灵人在首次 GSP 比赛中惨败，而这场比赛也被转播到了全宇宙。至此以后，热爱和平的他们成了其他文明嘲笑和讥讽的对象，甚至还有甚者打着贸易的名号对他们的资源进行掠夺。终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国王便开始了一项谁也无法想象的实验，那就是强制让刚出生的婴儿在6个月内吞噬金属。他相信这样能使吐出的魂钢变得更强，但是这项实验中，70%以上的婴儿都因无法吐出金属而夭折。即便侥幸活下来的婴儿，由于体内金属流动不规律，他们吐出的魂钢大多都成了毫无价值的金属。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一小部分人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力金属。而身为国王爱子的托温斯基，正是通过这场死亡试炼的幸存者，成为了现宇宙最强金属永恒钢的主人，其质量更是高达数千万克。而从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这永恒钢让自己的文明超越任何文明。而此时赛场内，在永恒钢的加持下，马振岳很快就落了个4分5裂的下场。可就在托温斯基认为胜负已分时，主持人却又传来了一阵惊呼：马振岳选手开始动了，他还没死，比赛还没结束。闻此，托温斯基满脸震惊，可等他转过身后，却发现马振岳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愈合，这让他很是不解。连我这个3级文明的人都快没有宇宙之力了，他一个1级文明的地球人为什么还有剩余能量？思索之际，马振岳突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接下来该轮到我了。1级文明地球人对战3级文明生物，结果却让所有人震惊。只因本该毫无悬念赢下比赛的3级生物，不仅被地球人逼出了最强底牌，还被无关痛痒的一掌轻松击败。而在此前被五马分尸的马振岳竟又活了过来，这让原本明朗的局势再次变得迷离，就连主持人对此也感到难以置信。比赛还没结束，马振岳选手又站起来了。见此一幕，托温斯基手指一动，只见刚才还如同珠子般大小的永恒钢，顷刻间就变成了尖锐无比的巨大圆锥，像虫子一样的家伙，我会永远杀了你的！然而他话音刚落，下一秒马振岳就突然闪身到了他跟前，不等他反应，一记重拳就直接砸向了他脑袋，这让看台上的阿克拉美颇为意外。为什么这家伙的速度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不过也就这样了，精灵星人的皮肤可比一般的钢铁还要坚硬。不出所料，无伤大雅的托温斯基当即催动永恒钢展开了反击，强大的威力更是直接贯穿了马振岳的身体。然而马振岳非但没死，竟还直接抽出身子发动了回击，在将托温斯基击飞的同时，又重重的补上了一脚，这让托温斯基满脸诧异，这家伙竟然隐藏了这么强的力量。而马振岳对此也很是不解，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气的流动好像都回来了。那么现在就速战速决的结束吧。说罢，他双手就开始汇聚起黄色雷电，下一秒，赛场内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见此情景，阿克拉美的内心开始动摇，没想到这家伙竟然隐藏着那种能力，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精灵星人是擅长力量和防御的文明，是完全不可能躲开刚才的攻击。可当烟雾散去后，却发现托温斯基竟制造出盾牌防御住，这让阿克拉美顿时尴尬不已。当然也有意外，而马振岳也没想到这东西居然如此坚硬。出神之际，托温斯基瞅准时机，再次催动
动了永恒钢，下一秒无数尖刺就直接洞穿了他的全身。见状，马振月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之前对战精灵人的画面，想罢他就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而此时托温斯基正操控永恒钢将自己包围，他的再生能力终究是消耗能量维持的有限能力，那么只要撑到他的能量耗尽的话。然而他话音未落，马振月就徒手掰开永恒钢冲了进来，这让托温斯基既惊讶又不解，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文明的自尊永恒钢就这么被轻易突破？出神之际，一只大手突然抓住他的脑袋，下一秒就把他从永恒钢内丢了出去。见此情景，弗洛克急忙大喊：“托温斯基王子，那家伙也能使用磁力！”闻此，托温斯基满脸震惊：“你在胡说什么？一级文明怎么可能使用2种以上的宇宙之力？”可在看到马振月催动永恒钢后，他顿时气得咬牙切齿，这家伙竟然想用永恒钢对付自己，这绝对不能原谅！随着他一声大喝，顷刻间永恒钢便开始朝他身体汇聚。下一秒，一个身披盔甲的巨人就出现在了马振月眼前。见此，马振月再次使用磁力准备如法炮制，可当他被打倒的那一刻，才发现依附在托温斯基身上的金属主导权竟夺不回来。可马振月接下来的操作却震惊了主持人，马振月选手居然把自己的头扯下来了，利用极限再生能力逃脱，简直是个大胆的尝试啊！而此时的马振月却开始思考起了应对之策，那个盔甲绝对不是轻易就能突破的样子。提到盔甲2字，他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当时面对着507大宝物玄武甲的主人吴孟达，自己也毫无办法。可就在吴孟达想要痛下杀手时，一道身影突然挡在了自己身前。传闻都是真的吗？竟然只会在小孩子面前耀武扬威，这让吴孟达顿时暴怒，紧接着便挥起武器朝那人砍去。而那人接下来的反击却让他毕生难忘。想到这，他当即朝着托温斯基冲了上去，真气破碎掌。随着一掌下去，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到了托温斯基身上，而托温斯基却指着胸口发出了一阵讥笑：“现在明白了吧？你绝对无法突破永恒钢铁。”然而他话音未落，下一秒无数鲜血便从盔甲内喷涌而出。这时马振月淡淡开口：“虽然确实是好用的金属，但你好像忘记了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再厉害的名剑，胜负也不是由剑来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剑的人决定。”地球文明首场格斗赛终于落下帷幕，地球代表竟以黑马之姿取得胜利。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陷入沉默。这家伙真是1级文明的地球人吗？就在马振月将托温斯基打倒后，眼看胜负已分的阿克拉美就提前离开了赛场。宇宙诞生至今大约150亿年，即使宇宙之力再怎么无穷无尽，能出现的情况也都出现过了。可为什么关于那个地球人的特异现象的信息却一点都没有？是新能力的出现，还是有人故意隐瞒了呢？这个地球人还真是让人感兴趣啊！与此同时，赛场内也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托温斯基选手因无法继续比赛，现在宣布预选赛第8轮比赛的胜利者是地球文明代表马振月选手。”见此一幕，总司令克莱满脸震惊，1级文明的战士终于夺得胜利了。看来丽娜组长的话是真的，也许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赛场内主持人依旧滔滔不绝。这样一来，这次大会上击败上位文明的1级文明已经出现了3个。话没说完，马振月突然一跃来到了他跟前。刚才开始那股强悍的气息就让我一直很感兴趣，原来就是你这家伙，现在就让我领教领教你的实力吧。说着，他便将永恒钢化作长剑劈了下去。可随着一股气焰掠过，下一秒马振月竟变成了一具白骨。而主持人也对马振月的冒犯重新做了判决，刚才的话取消，这次比赛以无胜者结。话没说完，发令协调机突然传来喜讯：“恭喜利维坦大人，您转播的比赛同时段收视率登顶了。刚才比赛的直播观众总数超过了8000亿，目前进行比赛直播的5个区域中，同时段最高收视率就是您的比赛。”听闻此话，利维坦放声大笑：“900年了，我负责的比赛终于又受到了大家喜爱。”说到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旋即他便指着马振月的白骨做出了指示：“赶紧对他进行最好的治疗，以后他就是我们赛区的明星选手了。”可让他头疼的是，我们的明星选手应该交给谁来照顾呢？片刻后，发令协调机就给丽娜带来了一则通知：“利维坦大人让你亲自带走你们的选手。”闻此，丽娜顿感不妙，如果是利维坦的传话，也就说明那家伙一定又做了什么原始人的举动。很快，在发令协调机的带领下，他便来到了利维坦面前：“我叫你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你们文明的选手看起来自己回去有点困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残忍，但我们已经为他做了应急处理，现在你就把他带到恢复室好好照顾吧。”几天后，马振月终于活了过来，而丽娜也被他产生的动静吵醒：“这就活过来了吗？你的这种能力还真是厉害啊！”见此，马振月当即询问：“这是什么地方？还有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丽娜则示意他不必慌张，这些都是为了帮助你恢复的装置。闻此，马振月眼神顿时变得凶狠：“谁敢帮我？”然而丽娜却毫无畏惧，只要带着这个被称为意志器的项圈，你就和我们一样，只不过是个最弱的1级文明地球人。听罢，马振月当即开始奋力挣脱，可在发现完全挣脱不开后，他又瞬间平静了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血管也没堵，全身却一点力气都感受不到。就在这时，丽娜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比起这个 GSP 锦标赛，感受如何？”看着马振月满脸疑惑的模样，丽娜再次解释：“就是你和那个钢铁战士战斗的地方。如果你继续代表地球文明参加的话，我现在就帮你从这些装置中解放出来。”然而马振月却对此不屑一顾，眼看威胁的方式不起作用，丽娜当即按下了开关按钮：“我可以帮你解下这些束缚，但是……”话没说完，马振月突然掐住他的脖子威胁：“如果你不想被立刻撕碎，就把脖子上的这个也解开。”就在这时，马塞尔突然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丽娜组长，你找我来是什么情况？”见此，丽娜当即拨开马振月的手，
紧接着就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你脖子上的抑制器仅凭自己绝对解不开，所以我们不如进行一个简单的游戏如何？如果你能和那个家伙对决并且赢了他，我立马帮你解开抑制器，并保证以后绝不打扰你。但是如果你输了，剩下的所有预选赛你都要代表地球文明参加。他是 GSP 赛区最炙手可热的超新星，不仅拥有着超乎想象的再生能力，还击败了实力强大的3级文明。可如今面对着缺胳膊断腿的地球人，他竟出乎预料的败下阵来。就在马振岳答应了丽娜的提议后，他却第一时间来到了餐厅，这让丽娜很是不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疯狂炫饭的马振岳当即回应：我现在就想打，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好好补充一下。还有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每天都会感觉到饿？丽娜反问：你这是第一次感到饿吗？难道以前的人都不需要食物？马振岳表示也不完全是那样，但比起你们这些软弱的未来人，我们似乎更能坚持下去。丽娜当即反驳：我们软不软弱，等你和马塞尔打完就知道了。说着，他就将目光转移到了马塞尔身上。你别光想着吃，现在怎么也得说点什么吧。听罢，马塞尔直接放出狠话：我光是武术段数就超过了40，而且还精通军队里的各种杀人技巧。即便现在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但你可别想把我轻松击败。然而马振岳却对此嗤之以鼻，反正胜负也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手脚而改变，所以你最好别浪费时间了。听闻此话，马塞尔顿时勃然大怒，仔细追究起来：我的手脚废掉跟你也有很大的关系。而马振岳也不逞多让，别把自己的软弱归咎于别人。眼看两人越吵越凶，丽娜当即提议：看来你们两个都吃饱了，那么现在就去练习竞技场内解决吧。很快，在来到地下80层的 GSP 练习竞技场后，马振岳就露出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刚才在餐厅解决不就好了，干嘛还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丽娜则告诉他，这里可不是你曾经生活的地方，随地战斗可是要接受惩罚的。闻此，马振岳发出了一阵讥笑，看来未来之地全都是些胆小鬼啊。丽娜刚想反驳，马塞尔突然凑到了他的跟前，虽然说是为了和那家伙合作才进行的对战，但我总感觉情况不妙啊。要知道他可是打败托温斯基的家伙，就算带着抑制器也不是我能轻易对付的，况且我现在还是这般模样。丽娜则示意他不必担心，紧接着就拿出来一个巨大的盒子，这是来自阿特托斯行星的一只，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有些不太习惯，但很快它就能自动适应你的身体。马塞尔询问这东西价值不菲，丽娜组长你是怎么？话没说完，丽娜当即开口打断，这个是我用了银行的存款以及团队成员的一些帮助，这让马塞尔感动不已，并保证这次一定会拼上全力。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马振岳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你们还没准备好吗？我还等着摘下这个该死的项圈呢。可就在马塞尔上前之际，丽娜突然又喊住了他，在战斗之前我有件事想先告诉你。事后两人便来到了场地中央，看着马塞尔腿上的器械，马振岳不禁嘲讽，我还以为你准备了什么了不起的装备，结果只是一个玩具腿啊。说着他就开始微微屈身，紧接着一个冲刺就来到了马塞尔身前，而马塞尔却是不慌不忙的一直闪躲，这让马振岳开始慢慢变得急躁。结果在全力一击打空后，一直防守的马塞尔终于看到了反击机会，紧接着一脚就将马振岳踢飞了出去，强大的力道更是让他当场陷入昏迷。就连马塞尔对此也很意外，真的是应验了丽娜组长的那句话吗？让我不要因为那家伙上场而害怕。但马塞尔还是不解，丽娜组长，你为什么相信我肯定能打败这家伙？丽娜直接道出了其中缘由，那家伙现在的身体能力连普通人都不如，本质上银河联盟这个群体内大部分系统都是为上位文明专门创建的，所以那个抑制器根本没有考虑到像我们这样的低等级文明。也可以比喻为就像把大象用的麻醉剂打在了老鼠身上，在没有开始对战时那家伙也感受不到任何异样，可一旦施加力量，抑制器就会对身体产生更强的反应。闻此马塞尔很是好奇，但是抑制器基本上都是从2级文明开始使用的呀，丽娜组长怎么会知道它的副作用呢？这让丽娜瞬间想起了儿时的经历，当时银河联盟也一直在默许和无视那些可恶的跨宇宙贩卖组织，自己在勉强活下来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信息，如今那信息的武器终于有了可以挥舞它的主人。外星人小子们，你们就好好期待一下吧。打响了 GSP 锦标赛第2轮终于打响了，而此轮地球文明的对手则是拥有控制自己文明所有能量的强者。可地球代表的状况却让人不禁担忧，他真的能继续赢下比赛吗？就在马振岳败给马塞尔后，他便开始了长达数日的挑战，可结果却没有任何改变，这让马塞尔十分不解。丽娜组长，这样的训练真的对下一场比赛有帮助吗？丽娜反问，你认为高等文明和我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马塞尔不确定地表示，是使用宇宙之力的有无吗？丽娜告诉他，从小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是突破常识和物理法则的界限。对于处于1级文明的地球人来说，身体上冒火或者瞬间制造武器都是超出常识的事情，但对于高等文明，这种变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也许如果我们人类的文明等级上升，原本不可理喻的事情也会变得理所当然，例如赤手空拳飞上太空，或者4肢变成遮挡物。但最终能成为这样的标准，则是取决于各个文明等级的知识量，而高等文明可以接触到的知识量与我们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由于马振岳第一次战斗的关注度很高，比赛中暴露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分析，而他的战斗风格又和其他外星人相
相似，闪避和防御只是附属行为，因此在下一场比赛中，这可能会成为他的致命弱点。马塞尔听罢眉头紧锁，听起来丽娜组长似乎已经把这家伙当作外星人了。但马振岳是地球人没错吧？丽娜则示意他不必担心，之前我找机会确认过，马振岳在遗传上是100%的地球人，这让马塞尔很是不解。既然已经赢下了第一场比赛，为什么我们的文明没有任何变化呢？闻此，丽娜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变化会逐渐到来的。而文明上升的条件则有3点：第一点，代表选手在比赛胜利后会成为下一等级的文明人；第二点，代表以外的种族不会立刻实现文明上升；第三点，文明代表在保持胜利期间会逐渐实现文明上升。换句话说，地球文明在比赛中获胜的越多，就越有可能解释地球上现有的难题，并最终克服它们。而现在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在各种限制中让马振岳的力量。话没说完，一道质疑的声音突然传来，这样说有点奇怪吧？来人正是来自弗里亚星的宇宙记者阿克拉美，而马塞尔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你们就是用那只像笔一样的工具窥视对方头脑的阴险家伙吧？阿克拉美并没理会，而是继续说起了刚才的话题。你的解释让我觉得很奇怪，那个地球人的极限明显不是低等级文明的人了，反而更接近3级文明，所以你们目前的情况可能这样，也就是说，你们从马振岳代表登记的那一刻起，你们的文明就有了可能性，只是那时候完全没有迹象。也许这个家伙是与你们毫不相干的存在。说到这，他突然用手上的工具指了指马振岳，不如我用这个确认一下，这样你们就能得到一些科学上也无法得知的秘密。见状，马塞尔急忙制止，弗里亚星人，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相信你。阿克拉美当即表示理解，但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他更多的信息，记得随时联系我，因为我对他也非常感兴趣。待阿克拉美离开后，马塞尔立刻询问起丽娜的看法。丽娜表示她大概只是想知道马振岳的情报吧，况且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不是吗？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家伙身上，然后想办法赢下所有比赛。15天后 ，GSP 锦标赛第2轮终于拉开帷幕，接下来进行预选赛第2轮第8组的比赛。首先入场的是本次大赛最快通关第1轮的选手，文明排名5830位，来自特兰斯星文明的代表贝尔肯。他拥有着控制自己文明所有能量的能力，而他也用这种能力同时接收着40万同胞的能量。请看束缚这位选手的巨大意志器，今天蕴含着数十万能量的野兽将在赛场彻底释放。见状，马克一脸愁容，反观丽娜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们这边一定不会输的。这时，主持人利维坦的声音再次响起。与之对战的选手虽然是种族排名最低的1级文明，但他却凭借着恐怖的实力赢下了宇宙最强工程师托温斯基。可当看清马振岳的状态后，他大吃一惊，他怎么会搞成这副样子？而丽娜却毫不在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对他来说这种程度的伤根本不算什么。果不其然，当马振岳脖子上的抑制器解除的那一刻，他顿时容光焕发，气场全开。见此一幕，马克不禁一惊，真是恐怖的自愈能力啊！加油，马振岳，就让大家看看你的训练成果吧。闻此，马振岳瞬间恼羞成怒，该死的家伙们，竟敢给我那种屈辱，我一定要杀了你们！不过在那之前，自己会完成约定，先解决掉眼前的怪物。对决了！地球文明终于迎来了 GSP 锦标赛第2轮对决。可与第一场不同的是，虽然这次的对手是名2级文明生物，但他体内却拥有着自己文明的所有能量。此时，主持人利维坦的声音响起：“现在我宣布，预选赛第2轮第8组的比赛正式开始。”然而马振岳却十分头疼，虽然气回来了，但因为流动被扭曲，所以导致现在无法使用武功。难道只能像上次那样等待流动恢复吗？就在这时，看台上的助威呐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行星守护者贝尔肯先生，请打败那个家伙，再次拯救我们的星球吧！”同族的热情加油声充满了观众席，但贝尔肯仍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动作。见状，马克担忧地询问：“拥有数十万能量的战士，对方的称号不是开玩笑的吧？”丽娜却对此毫不关心。虽然这次的对手不容易对付，但她只希望一切都能如愿发展。此时赛场内，只见一名特兰斯星人深深地吸了口气，下一秒就朝着一个巨大的传声筒喊去：“守护者先生，现在就给对手以1000倍的惩罚吧！”说话间，震耳的轰鸣声席卷全场。丽娜当即意识到了什么，看来贝尔肯要有所行动了。而马振岳却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声音大就能赢下对战吗？可他话刚说完，就察觉到了不对，刚才还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战斗意志，可怎么一瞬间就改变了？思索之际，贝尔肯早已来到马振岳跟前，紧接着就朝他方位轰了过去，强大的威力更是波及了整个赛场。但好在赛场的能量屏障保护了这一切。对此，马克不禁惊叹：这就是拥有一整个行星能量的力量吗？看着看台上的欢呼，主持人利维坦直接开口：“特兰斯星人似乎已经开始庆祝了。要知道，贝尔肯选手的第1轮对手也拥有再生能力，但比赛在仅3秒内就结束了。而马振岳选手到底能不能撑住呢？”说到这，他突然又发现了什么？是马振岳选手。虽然贝尔肯对再生能力者的弱点进行了精准打击，但马振岳选手通过微小的差距改变轨道，看起来是避开了致命一击，真是令人感到惊讶呀！可让马振岳没想到的是，被那家伙能量触及的地方，再生能力居然会变得极度缓慢。而丽娜和马塞尔见此情景，却开心地击起了掌。马克满脸疑惑：就因为躲过了一次攻击吗？丽娜解释：你不理解也是应该的，因为就连我们也没想到这真的会发生。原来就在马振岳与马塞尔对战几次后，丽娜开口询问：你能看出马振岳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马塞尔告诉他，这家伙即使带着抑制器，速度也在一点点变快。
快，能力被控制的是他，但我的生命却一次比一次更危险。对此，丽娜很是满意。这么说的话，那么2周就正好足够了。马塞尔，我暂时要回总部报告一下这个情况，剩下的训练就按照以往继续进行。这让马塞尔十分不解，虽然搞不懂他要做什么，但我必须要踏实训练才行。见状，马振岳阴冷回应：还想继续做这种无意义的事吗？别再抱有那种荒谬的信念了。你真以为你这样的人能训练我？马塞尔表示：你知道你现在在我眼中有多么愚蠢吗？如果是原来的你，我的拳头可能对你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你可能会认为这种缓慢的攻击甚至不值得躲避。但这就好比水滴石穿一样，一旦这种攻击持续下去，肯定会有那么一刻能够造成有效打击。那一刻，如果你的再生能力不像现在这样正常运作的话，即使是像你这样强大的人，也可能会因为一次简单的攻击就决定了胜负。说到这，他突然明白了丽娜的用意，用训练的名义让他自然而然地学会躲避。如果像马振岳这样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人，比起哀求或者说服，这种方式似乎更能让他接受。而在与贝尔肯的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开那致命一击。眼下观战的阿克拉美也想通了什么，在无法解除意志气的传统竞技场训练的原因，竟是为了改变再生能力者的通病。通常拥有不死能力的人们都会无视各种攻击，不过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让人始料不及。与运气起着很大作用的第一次比赛不同，从信息公开的第2次比赛开始，第2阶段的能力就会起到很大作用。这样看来，贝尔肯的这次大赛之旅要到此结束，而托温斯基也在看台上目睹了这一切。即使有这样的力量，也摆脱不了2级文明的局限。不过对地球人来说，能赢似乎对自己更加有利，而我只是不想让他赢得那么容易，所以再加把劲吧，宇宙最强傀儡。他是肩负着40万同族命运的唯一希望，却在必胜时刻恳求对手将自己结束掉。只因名义上是行星守护者的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就在贝尔肯选手第1次出手之后，场面就陷入了漫长的对峙状态。这时看台上的丽娜大喊：不要放松警惕，一定要躲开他的攻击。这让马克很是不解，反正他的自愈能力很快，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丽娜当即将目光看向赛场内的马振岳，你以为自愈能力是没有任何弱点的完美能力吗？你现在看看他的左臂，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呢。对此马克满脸困惑，特兰斯星人不是只能控制自己文明的能量吗？丽娜给予肯定，这种将能量传送给他人的能力，实际上更适合辅助而不是战斗。所有生命体都有自己能够承受的能量极限，贝尔肯就是以瞬间注入超过这个极限的能量破坏敌人。这个攻击对马振岳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被攻击到的部位就会立即损坏，导致能力恢复缓慢，甚至无法愈合。闻此，马克继续开口：这完全是愚蠢的攻击啊！毕竟他也要消耗同样多的能力，不是吗？丽娜点了点头。话虽如此，但那个家伙的能量几乎是无限的，即便那种方式的攻击对施法者的肉体也会造成打击，也许连续使用会非常困难，但他们追求的就是看准敌方弱点进行的第一击。如果失败的话，从下一次开始就不会再有像刚才那样准备好的攻击了。而另一边，整个特兰斯星人的助威团都炸开了锅。卡利安，你在做什么？竟然把守护者的强大力量化为了泡影！见此情景，卡利安却敢怒不敢言。一群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只会在那里指手画脚，坐享其成。本来那凝聚型爆发能量每天也就只能使用几次，所以只有分析了对手的战斗风格后，再进行使用才会更准确的命中目标。想到这，他再次深吸了口气。守护者大人，请继续压制敌人吧。指令一出，贝尔肯当即腾空一跃，展开了攻击。躲避之余，马振岳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原来真正的对手是场外的那个小家伙呀，难怪这个家伙打起来会这么笨拙。说罢就瞅准时机，一脚踢在了他的脑袋上。见此一幕，卡利安大吃一惊，就连主持人利维坦也觉得不可思议。马振岳选手成功抵挡住贝尔肯的连续进攻并反击成功，而丽娜也忍不住地对着马塞尔偷笑起来。看来那家伙完全是被你刺激到了。可马塞尔却不以为然，那家伙怎么可能被我刺激到？跟他交过手的我可以肯定，对战斗外行人来说，技术可能看起来都相似，但那家伙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即使他装备了意志气，自己也绝对无法打败他。而另一边，卡利安气得早已青筋暴露，没想到守护者大人居然会被那种小家伙羞辱，这可是命运之战。守护者大人，快降下天罚吧！见此，马振岳冷哼一笑，提前告诉我攻击时机的埋伏能管用吗？说话间，贝尔肯的攻击早已瞬发而至，同时一道声音也随之响起：地球人赶紧躲开！躲避开来的马振岳很是疑惑，那道声音不会是这家伙的吧？这时卡利安再次发号施令：守护者大人，请对整个赛场降下所有天罚吧！这让丽娜顿感不妙，这就意味着下次攻击将会覆盖整个赛场。不出所料，随着贝尔肯的能量再次爆发，主持人的声音也随之响起：马振岳选手是否还能安然无恙呢？可当看清马振岳的情况后，他继续开口：席卷整个赛场的超强能量波动非常巨大，马振岳选手最终没能躲开这次攻击。然而马振岳却轻蔑一笑，竟然会用这么愚蠢的方法。可他话没说完就当场失去了意识。见此情景，特兰斯星人纷纷振臂高呼：不愧是守护者大人，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然而卡利安却并没打算就此收手，于是他继续下达了指令：守护者大人，请结束他吧。可贝尔肯做出的举动却让他满脸诧异，只见他竟违抗指令，对着马振岳残破的身体注入起了能量。求你了，快点起来结束我吧！
怪物入侵特兰斯星文明，国民举全文明之力创造出守护者，可在消灭怪物的那刻，统领又将守护者视为怪物囚困于试验舱。如今为了提升文明等级，统领要求他再次代表特兰斯星出征，可他却早已心灰意冷。地球人，求求你，快站起来结束我吧！原来为了抵御怪物的入侵，特兰斯星人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试验，终于创造出了能接受数十万能量的守护者。对此，人们欣喜若狂。我们行星终于可以从怪物中解放出来了，而他们从遥远的过去就开始专注于宇宙能量的流动，现在能够通过宇宙之力完美的控制自己的能量，不仅可以将能量集中在受伤的部位帮助恢复，还可以将能量传递给他人以增强实力。目前贝尔肯大人的体内注入了全行星40万余人的能量，这么巨大的能量可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负荷，所以他们决定用特殊装置将其封印起来。而要解除这个封印，就需要用到解放的号角。一旦解除封印，贝尔肯大人就会成为强大的守护者。在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强大的八爪怪后，卡利安询问他成为最强战士的感受如何。贝尔肯对此既惊讶又开心，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有时身体会不听使唤。卡利安则示意他不必担心，守护者的巨大力量是无法自由操纵的，所以我会用号角来支持和守护您。但是守护者的精神和人格依然存在，现在可能会有些不适，不过很快您就会习惯的。就这样，贝尔肯带着守护行星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同族度过了危机，因此他也受到了很多国民的爱戴。可就在这时，特兰斯星的最高统领却对他们下达了一条指令：往后的战斗要确保不对城市造成损害。闻此，卡利安当即反驳，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统领解释，你们每一次出动国民的损失都相当严重，守护者所使用的力量来源就是我们的国民，那将国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天真的贝尔肯点了点头，可卡利安却提醒他千万不要被这种荒谬的言论左右。然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就在他准备痛击怪兽时，脑海里突然想起了统领的话，而怪兽也抓住机会对他进行了反击。见状，卡利安急忙大喊，守护者大人，快打起精神，一举消灭他吧！闻此，贝尔肯不再犹豫，将怪兽甩飞的同时，又射出一道强大光波将其消灭。但由于受伤和能量损耗严重的缘故，他也当场陷入了昏迷。可等他再次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囚困于试验舱，而卡利安也在不断恳求，统领大人，请再给我们一次战斗的机会，我会证明给你看的。统领当场给予拒绝，现在已经是极限了，再注入过多的能量就太过分了。他只不过是个怪物，但如果他能在 GSP 锦标赛中帮我们晋升到下一个文明阶段，或许我会考虑你的提议。眼下经过贝尔肯的治疗，马振月终于恢复如初，可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拳轰在了贝尔肯的脸上，简直是个废物。这种事不要对我说，而是对那个表情看起来很讨厌的小鬼说去吧。喂，小鬼，你们的傀儡似乎有很多话要说。